你看到他的家人，然后你直接开始1、2、3、4，对，就是把我会的全部背出来这样子。那他们那个米兰，你的家人的反应呢？当然哈哈大笑。对，你们是用那个中文沟通，是，中文不是那个米拉的母语，是，因为那个语言不一样，还有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没有这种常常发生的一些误会？好像有发生过一次了。因为他有很多外国朋友，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他的朋友去印度的故事，结果他的朋友去印度，然后要买票，但是他们跟黄牛买票。黄牛。对了，然后那时候刚好黄色的牛。因为是印度，所以我真的以为是一个牛。对啊，因为他们崇拜这个动物，所以我真的以为他们要跟真的牛买，所以我那时候想了很久，然后最后还是问他，现在怎么可能？所以他们真的要跟牛买票是怎么做得到？所以黄牛是什么？你可以解释。黄牛就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要看演唱会，但是演唱会的票卖完，然后有很多人就先买好，然后再卖你。然后用很高的价钱卖你，那个人叫黄牛。对，这种人就叫黄牛。那你怎么知道他听得懂，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也会以为蜜拉了解的跟我想讲的是一样的。没有，就是一般来说是这样，是可以讲完，然后我说哦好，然后过了可能几秒以后我还是不懂，然后他也要再解释清楚一点的。那你们有没有学过一个语言，是原来学的跟学以后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有2个这样的。两个语言。对，第一个是阿拉伯语。你有学过阿拉伯语？有一点点。波兰文跟中文那个发音真的有一些共同点，但是跟阿拉伯文，我觉得那个发音真的好难。非常难。没有说喝跟喝狗跟亲爱的好像是差不多的，就是朝一个什么像卡那卡勒哦，他说差不多，所以要小心你说哪一个，要不你会跟你亲爱的朋友或亲爱的什么男朋友说他是狗或什么东西。Caleb 跟 Caleb。Maybe it's this one, you know? Yeah. 然后第二件事是阿拉伯语没有母音。母音。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第一个是台语。台语。对。你有学过台语？有一点点因为我以前在师大有台语课。然后我以为我学中文应该差不多，声调我已经学会了。但是结果那个发音我没办法，我连一个词都记不住。What does fluency mean to you? For me, it's of course not that.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know every single word because it's impossible, no matter how long you learn. Maybe it means that you can discuss any topic. You can discuss, I don't know, science, politics, or art, and it's all okay for you. I think that's fluency. My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n Poland, she said she learns Chinese for, I don't know, 30 years,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words which she doesn't know. Are you still learning Chinese? Not really. Maybe if there is a new word, I can write it down. Or ask Shikai how to say it and what does it mean and so on.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大部分的场合你都可以很顺畅的沟通，然后你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你们可以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话题，像是政治、经济等等。那我觉得如果你都可以做到这些，那应该就是流利的程度了。语言给你们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学中文，我现在就不会在台湾，因为那时候我拿了奖学金是为了来台湾念书，然后我在台大念书其实是用中文上课，对了，所以我也因为会中文，所以可以上课。然后另一个我做了田野调查，那因为我会中文，所以可以跟我的那些那时候我研究街头艺人，然后我可以跟他们沟通，访问他们，对啊。然后再来是我们其实我会中文，所以我们才可以写我们的网页、写文章、拍影片这样。然后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比如到跟他的朋友见面，跟他的亲戚见面，我都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你看多么重要，要不他要一直在我旁边翻译吗？这个也有点有问题。对啦，你可能会说现在大家都讲英文，所以学英文就好，那这是不对的。对啦，有的人到台湾在这里生活10年还不会讲中文，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会比如说英文的话，那我就有机会交一些不同国家的朋友。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间接的认识了 Mila，
所以也可以说，如果我对语言没有兴趣的话，我应该也没有机会认识米拉，就变成我现在的老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我之前有机会到别的国家工作，像是新加坡、菲律宾等等。那如果我不会这些语言的话，其实我也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在不同的环境工作看看。所以我觉得会语言真的是对生活影响蛮大的。那我们现在要玩默契大考验，准备好了吗？好了 ，OK。第一个问题，米拉最想要学的语言？我好像还没有决定。那我就留着。哦，我没有，我知道。因为我跟你讲了，我打算。是吧？哦，现在有东南亚的。我写错了。No， 其实现在的也不错啊。现在的是对的，现在的是俄文。诗凯讲的最流利的波兰句子。好 ，OK， 感觉是 OK。是吗？是吗？不是。这是什么？是什么？马萨卡。马萨克。哦，是天哪的意思。我2句都会，两句都会 ，OK， 2个都会，那么好，比你想的他会更多。对了，米拉的口头禅是什么？口头禅？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太难了。是可以知道。OK， 看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马杜西口。马杜西口。天哪！就是。天哪！世凯最喜欢吃的东西？世凯最喜欢吃的东西。最喜欢吃的东西？什么都喜欢。什么都喜欢？火锅。火锅吗？什么都喜欢。其实是什么都喜欢。世凯那么爱吃东西吗？只能选一个。我知道你不喜欢什么。OK， 第5个问题，米拉的爸爸的名字。哇，要怎么拼呢？我写中文好了。好。我可以翻。马奇，差不多，差不多，哇，世凯很棒。OK， 最后一个问题，世凯说过让米拉最感动的话。世凯说过，这个太让人害羞。好 ，OK。不错，2个都很，2个都很浪漫。OK， 很棒。看，所以结果我们没有通过。学一个新的语言，你们会考虑什么？还有你们怎么选？对我来说一定要喜欢的，因为学语言是很长久的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就学会。所以如果你要很持续的做这件事，那你一定要挑一个喜欢的语言，才能过得长久。这样子，喜欢是第一，然后当然要听起来很美，但是我觉得有机会用得到会比较好。因为像我开始学俄文，我那时候刚好找一些跟斯拉夫文化有关系的资料，然后我发现，俄文的资料这么多，所以我会看很多。那这样你真的可以每天接触到这个语言。这也很重要。当然，我鼓励大家不要放弃。Since you are very fluent in Chinese, do you have any learning Chinese tips? I think that learning language, you have like 2 kinds of skills, like passive and active. And usually we are more like better in passive. I mean, it's reading and listening.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write and speak a lot. And for me, it was really a shock because I thought I'm good in Chinese when I came to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but no, because I realized that, when I write something or when I talk about something, it's not really fluent. It takes some time. Yeah, so I think we must focus on these 2 things. Yeah, it's really important. So writing a lot of essays and so on, and of course speaking. No, but it also takes a lot of courage to talk. Yeah, when your Chinese is still not good. We should practice it. You also went through a lot of mistakes. Yes, and it was really funny sometimes. Okay, it was a long process. Yes. 如果有一天你们有小孩子，对小孩子的语言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小时候当然是可以我教他中文，然后米拉教他波兰文，因为我们希望这2个语言会变成他的母语，就是他有2个母语，
这样子。对，但是因为英文算是比较简单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在学校学就好。但是像中文、波兰文这个比较难，所以可以从小教他比较好。有什么规划是让他天天都练习？他在台湾的时候可能是不太常会听到那个波兰文，就可能我跟他讲中文，然后米娜跟他讲波兰文。那当然我们会希望1年会有一段时间也是待在波兰，所以他就也会在全部波兰文的环境下长大。是，感谢你们，谢谢你。Thank you guys again for joining the Hangout with Glossika. W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amazing story of learning Chinese and Polish. If you have any other tips or if you have any other suggestions, you can just comment down below. Make sure that you go and check their channel. They have a lot of interesting videos. Thank you guys again and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Do zobaczenia. Bye. Cześć. Jestem 世凯。Jestem Mila. 你有什么关于学习波兰文的问题，都欢迎跟我们讨论。你可以在 Facebook 或 YouTube 找到我们，我们的名字是波兰女孩、台湾男孩。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